小伙遭遇土匪抢劫，又被人扔进河里自生自灭。就在他即将要被淹死时，没想到空中突然飞来一条金龙，将他给带到了一个山洞。大家见龙大吉大利，双击留下财源滚滚，未来都能心想事成的好运连连。李修缘在山洞看到一个老和尚，以为是对方救了自己，怎料和尚却表示是他自己救的自己。修缘听得一头雾水，自己压根就不会水性，怎么可能自己救自己呢？和尚听后微微一笑，施法让他想起了前尘往事。原来李修缘的前世乃是天上的降龙尊者，然而他却动了凡心，与莲花仙子谈起了恋爱。玉帝得知后勃然大怒，命二郎神将其捉拿归案。玉帝将莲花仙子贬下凡间，终生受情所困，而降龙尊者因妻室尘缘未了，这才有了今日之劫。但天规不可不法，恰逢此时人间百姓有难，于是玉帝便命其下凡，历劫嫉妒度化众生。就这样，降龙尊者投胎到了李家，成为了李修缘。而今日他在此处遇到这位大师，感受到了佛法的魅力，于是便想要剃发出家，而大师却让他先回一趟家，跟自己的父母道个别。然而等到李修缘回到家后，却得知父母以及当地的百姓全都染上了瘟疫，老两口担心会传染给儿子，说什么都不愿意相见。事后李修缘无意间听说，要想治好瘟疫，就需要一味药引，那就是要找一位有大慈悲心的人，舍身救人，为终生利益自愿被活活烧死，用他的骨灰做药引，方可化解这场瘟疫。没想到李修缘听后信以为真，竟然真的要用大火将自己烧死。百姓们听说后都前来送别他，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修缘葬送在大火之中。就在这时，天空霞光四起，一阵阵星光落到百姓们的身上，下一秒他们身上的瘟疫竟真的痊愈了。李修缘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怎料他的善心感动了上苍，竟然让他起死回生。只是当他再次醒来，竟然苍老了几十岁，并且身上还穿得破破烂烂的。自此他便成为了济公，游走在这世间度化世人。